希望社会新鲜人能够借由这支影片，然后能够去练习，或者是稍微知道说自己要加强的部分会是怎么样。然后希望你早日找到好的工作。Hello Dreamers， 今天好吗？这里是 Dreams Mover， 我是 Mickey。上一次的影片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化版的一个实际的面试跟对谈，希望让对方能够知道更多资方的面向跟细节。那尤其这个设定是假装我是一个小型的2D 游戏工作室，我想要找的人呢是一个插画家或者是很会画的一些技师，来协助一些开发跟制作。面试者呢，其实没有知道这么多的讯息，他只知道说他要去游戏公司，然后游戏公司有一些作品这样子而已。那所以大家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问的一些问题，然后双方的一些对谈等等。那接下来这支影片呢，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完全是由资方在会谈的过程当中呢，问的每一个问题，然后每个问题心中其实在跑什么东西。然后会给一个面试者什么样的建议？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针对我需要理解他自己对自己的角色跟定义，让我可以知道说他在这个公司上他比较适合的一个项目以及位置。我也要知道是说，以他自己的看法来讲，他是比较喜欢绘画还是设计这两个差异性。那在了解这个能力之后，从他的对谈，我可以知道说 ，OK， 那他的这两大技能上差异是什么？然后哪一个强，哪一个弱？然后这两个呢，它是不是很好掌握？是不是能够很好组合起来，变成一种组合技能，去更好的发挥我们想要给他的各种专案跟各种事情去执行。从他在讲他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会发现说，他对这个绘画这件事情的这个工艺的精进，其实是非常的热爱，因为从他小时候就基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如果他只是画画来讲，但是画画有其他很多的延伸性。那我们变成需要知道是说，如果要提升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状态，他是不是有办法把他自己很喜欢这一个画画的部分转换变成是对公司工作上的一个精进，同样的一个成长期。热情这件事情能够带你走比较远，因为在这个工作上来讲，它有时候是蛮重复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对你做事情有热情之后呢，你能走得更高，你也可以走得更远。那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在发掘，就是说你的动力、原动力的那个内在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是从哪里来的，也相对的我也就知道说我要把你定位在哪里了。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必须讲说，我非常喜欢他在分享他怎么样让团队，即便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呢，用一些反问法、心理学的问法，去把大家的问题尽量的统一，然后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路。这个技能让我感觉是说，他的沟通力好像蛮好的。这个能力其实是呈现在团队协作跟稍微领导跟综合大家意见这种协调跟互通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在座的你有一些你觉得自己不错的地方的话，可以利用一些小故事慢慢把它分享出来，让面试者能够知道是说，你碰到这件事情，然后你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然后你解决的是用你自己的一套逻辑跟方式，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蛮好的。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呢，可以用很平淡亲和力的方式，让面试者了解更多的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因为刚刚有提到是说他的绘图能力跟设计能力来讲的话，他其实没有什么设计的能力。那这个问题是确定是说他是完全零设计，但是他对这个议题
有什么样的见解跟看法？是完全很害怕接触呢，还是喜欢呢，还是有点小逃避呢？还是就是还没有觉得重要，但还没有时间去碰触到，但希望有这个机会，就是他的心态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这样我可以知道是说我是不是可以派资深的绘师在旁边替代他的绘制技术，然后一个设计师来旁边去指导他基本的能力，让他的组合性的技能能够加倍的成长。那这样的话，对于公司在做的案子的这个贡献也会是更比较圆满的。CSP 是一个日本的漫画的绘图软体，应该讲说它当然它也做很多事情，但是常规来讲的话，大部分是用它来做漫画，日系的漫画。那所以它对游戏公司来讲，并不是行业里面的一个标准设备。那所以这部分让我想说，等于是它的画工，到一定的程度，可是它用的软体刚好不是我们公司里面是善用，那就会有一些问题会去思考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我请他学习新的软体，他多快可以让他的基本功去衔接跟提升到一定我们各公司所需要的一个专业技能的程度呢？就是这个训练的时间成本。因为还有一个人要去带他，所以会耗掉一个人的某个程度的某些时间的成本，那他就没办法在做公司的专案上，他必须要去训练这个新手。但这个是公司本来就应该要有的一个培养的资源，放在一个新手上，让带他入行跟进入状况，这是一定必要。但是如果起点太低的话，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我们行业内该用的各种软体，所以等于是从零开始。那我就会想说，哇，那以公司方来讲，我的训练跟教育成本来讲的话，不管是时间让他去练习习作，然后以及1-2个人再放在他身上，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上的成本。那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我稍微再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当我问到他对这个行业所需要的一个软体跟程序的话，我就可以知道说他有没有做功课，然后以及是说他是不是还活在一个不是那么清楚状态下去应征一个部分。那这样等于是说，就算是请了他之后呢，可能5个逻辑跟40个逻辑，他可能会有一个幻想跟应该说假想跟实际现实巨大落差的碰撞之后，反而他在公司里面可能几个礼拜之后，他可能就会相对不适应，因为他会发现说，哇，这个产业别并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所以切记一定要调查清楚你想要应征的面试的这一个产业别所需要的一切专业技能跟工具。那我觉得大家在面试的部分可能会走得比较顺利。所以这个问题是要了解，知道是说，他是普通在回家的时候呢，是不是就累了就要休息了？这也是 OK， 这也是人生的选择一种。还是他其实还是很积极的，觉得是说自己有一个目标想要到达。那在到达这过程中，他还需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回到家他自己还是觉得说，好，我要上这个课，我要去看这个东西，然后我要去练习这个东西，去精进他的实力。那在聊天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说，自我学习的能力，或者是学习快速突破的能力，但是他并不会很常用这个能力，因为他比较像是外在的，就是说一个老板或一个老师给他一个做，我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但并不是主动性的。那当然，以一个游戏产业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找的人是对这件事情非常有热忱，他会愿意花一些时间去把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再把它把它抓捏到一个很精准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其实那样的人才是最棒的。那这个问题是来自于说，因为感觉从他的对话中，他并没有太多实际工作，去个公司或甚至自己SOHO，就是抓一些专案来做。那所以就利用
深问的角度去知道说他跟同学里面怎么样去协作这样的过程。懂得问问题，通常比较能够挖掘一个问题表面深入里面的核心问题。那因为了解的问题，就比较有能力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就有找到是说他这个能力，那也想要了解说，如果把他从一个技师会师的部分稍微转换到变成是一个专案经理的小助理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那他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做好这件事情？假设他的沟通能力跟协作的能力比他的绘图技能更好的话呢，那是不是我们要再思考一下？我们公司虽然并没有开放这个职位，但是的确也需要这个职位。那如果他擅长的话，是不是他可以做这个工作，然后也衔接一点这个部分，然后慢慢的转换过去？这也是一个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深度挖掘是说，他如果是非常 organized 他喜欢把事情整理有条有理，对于时间、对于细节、对于很复杂的东西，他能够把它整理得很有条序，那代表说他比较有能力可以把它发给不同的人，然后去做不同的工作，然后排序的部分呢也是会是不错的。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专案经理或 PM 的一个角色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呢，背后其实在挖掘说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有很多东西一次砸给他的话呢，那他的排序方法是什么？但事实上比较有趣的是如何去评估这件事情。例如来讲说，很急、很重要、不重要、很急之类的。那当你有能力去判断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比较知道是说，当我丢给你20个东西的时候，你如何去评估？你以它的价值去评估，还是你用什么方法去评估这件事情？评估方法呢，是在专案经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那这个部分其实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在了解说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那所以我要知道是说，他现在即便他有这个技能，就是画画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其实也有能力做，比如说一个专案管理的小助理这样的能力。就很有趣的是，他其实比较想做的是游戏公司的故事策划跟设计。就以我方来讲的话，资方听起来他的能力比较擅长是沟通协调之类的，那这等于专案管理或者是小助理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对自己的期待反而是他很想要做游戏故事的设计。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他应该要集中精力来展现他的核心能力。即便说他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他核心能力是什么，那我觉得很多人在面试的时候呢，其实在去面试之前，他一定要想清楚说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然后呢，他想要带给这个公司什么样的价值、附加价值。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当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能够从种种问题里面问出来这样的东西，马上就判断是说他对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定位跟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跟公司他现在来面试的这个职位来讲的话，是不是契合的？他的这些种种能力是不是放到这个公司来能够做出很高的价值？这个是非常重要，需要去好好的去思考跟探索的一个事情。我认为以及建议，最好是有你的速写本 sketchbook 等等的，或者是你的作品集可以印出来，让人家实际也看到，那个震撼力会比较好，也比较高。我觉得这个会增加面试就是公司这边对你的努力跟你对自己的一些细节的重新整顿呈现出来，可以很直观的拿到，然后去感受那一些细节。我觉得会比就是直接来到了现场，然后直接就开始用聊天室的方式去沟通。我觉得你的说服力跟你的力道会大大的增加。当然不是所有的产业别
都会有一个作品集或一个什么。但是如果你有的话呢，建议拿出你实际的一个东西可以呈现出来，它会帮你做很大的加分。最后，我们不是一个很正规的方式去做一个面试，但是在一个公司体系来讲的话，它一定是会有一个meeting room 会议室。那进去的时候呢，可能人资就一排坐开来了，可能2个人、3个人。那他们会有一个板子，那上面会有你的履历资料已经印出来了，那他就会看这个部分，然后开始发问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的穿着打扮就是干干净净的，不要就是很居家的方式呈现出你的专业出来给面试官，这是对他们的一份尊重，对这个公司一份尊重，然后对这个工作一份尊重。我觉得那个历练感跟专业感，你如果拿出来讲的话，加上一些对谈的练习，当你在沟通的时候呢，记得自己的声音不要特别讲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部分就非常嗨，然后就让对方觉得说你有偏题了，就是专注在对方问的问题，然后不要太多把自己个人的故事、个人的情绪带到这个部分，因为那会显得你的专业度会稍微欠失。尽量专注在对方的提问身上，然后好好的把你的能力就有一些小的故事轻松的把它带出来，让对方知道说你的专业能力在哪里，你能够带来的贡献会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面试都会比较顺利。所以你今天看完了这支影片，希望你有学到很多东西，那也知道是说在资方来讲的话呢，它的评估点让你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自己要怎么样准备自己的谈吐、心态、作品集，以及面试可能被去问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刁难的问题、机制性的问题，还有选择题等等的，让你可以很好的把你自己擅长跟强项发挥出来，让面试者知道是说原来你的核心跟定位是在哪里。那基本上就是能够快速的知道是说面试方的这个公司方能够跟你是不是双方契合的，那接下来就能够聘请你当做你公司的一员。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那欢迎在下面留言，如果你想要看到任何什么其他的影片跟这样子的内容有相关的，欢迎让我知道。那麻烦帮我按个赞，然后订阅我这个频道，顺便也可以订阅 IG。Okay,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 adios, ciao.